1颗泡沫球里藏着1颗白色的珍珠，和10万颗糖豆里藏着1颗黄色的子弹，哪个更容易找出来？他们要挑战从4种不同的球里大海捞针，谁先找到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第一关是在1000万颗泡沫球里找1颗白色的珍珠，泡沫球填满了整个房间，而珍珠的尺寸又很小，想要找到它比海底捞针还要难。3个大男人竟然莫名的有些兴奋，躺在泡沫球里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黄毛往前一趴，找到了一张纸条，大大的插号预感很不好。他转动转盘，转到了绑住双腿15分钟，黄毛变成了美人鱼。杰克和乔治一点也不羡慕他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连珍珠的影子都没有发现，而杰克也找到了一张纸条，还是惩罚的，蒙上眼睛5分钟，一个是瘸子，一个是瞎子。乔治感觉机会来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钻到桌子下面去寻找，但是却找了个寂寞。杰克的惩罚时间到了，他解放了双眼，只是消失不见的珍珠让他和瞎子有什么区别？主持人拿来3个容器，在里面加入神秘的液体，当接触到泡沫球时立马就被溶解。30秒的时间可以让整块泡沫板消失吗？谁溶解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1次，失败就会受到惩罚。他们把泡沫板掰开小块，然后放进容器里，一边溶解的同时一边往里塞。很快30秒结束，主持人比较了一下高度，杰克溶解的最多，乔治的最少，所以他要转动惩罚的转盘，转到了用胶带绑住双手，而且还不限时。杰克转到了使用鼓风机1分钟，小小的鼓风机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他也只能盲目的浪费时间。好在他又找到一张奖励的纸条，使用金属探测器1分钟。这破机器走到哪里想到哪里，难道这地面也是金属的吗？再说和珍珠又有什么关系？很快1分钟结束，他们继续用手接着寻找。泡沫球是软的，珍珠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乔治又找到一张纸条，使用磁铁1分钟，他拿着磁铁到处去吸，这宝贵的1分钟说啥也不能浪费。结束才发现珍珠好像不是金属的，所谓的奖励也不一定是奖励。主持人提议让他们藏在泡沫球里，最后一个被找到就能再次转动转盘。黄毛和乔治戴上透气面罩就钻进了泡沫球里，而杰克却躺在了桌子上。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果不其然，等主持人冲进来，眼睛只盯着泡沫球，很快就找到了黄毛。他检查了每一个角落处，不小心踩到了乔治。杰克去哪了？摄影师的猪叫声暴露了目标，藏在这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5分钟，把其他2人支走以后，房子里只剩下杰克1人了。他独享着来之不易的空间，很快就发现1个人寻找和3个人寻找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依然还是找不到。很快5分钟结束，其他2人也加入了寻找，几乎找了5个小时，仅有的耐心也快用完了。这样的比赛看似简单，其实很折磨人心。只有黄毛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好像摸到了什么，拿出来一看，真的是那颗珍珠，太不容易了，这么小的珍珠竟然被他找到了，这绝对是运气爆棚。黄毛沉浸在喜悦中，兴奋不已，一切的坚持都是值得的。这一次他们在10万颗糖豆里放了1颗黄色的子弹，糖豆和子弹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且体积很小，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老王提议可以在里面加入水，糖豆容易溶解，而子弹不会，只是这么多的糖豆溶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而且都是黄色的，一样很难找。主持人建议他们用嘴巴去找，一口咬碎就是糖豆，硌得牙疼肯定就是子弹。这个方法通俗易懂，3个大男人秒变3只大鸟，开启了鸡刀米模式。半个小时后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主持人决定让他们凭本事获取奖励，用手中的玩具枪击中前面的水杯，谁打落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每个人有5颗子弹，黄毛第一个先来，瞄准目标开始射击，枪法一点也不准，只打中了2枪。他的成绩是9个水杯。轮到老王了，他的枪法很准确，第1枪就打掉了大部分的杯子，好像高兴的有点太早了。接下来的4颗子弹全部打偏，老王的成绩是7个杯子。而乔治不慌不忙，淡定地打了3枪，杯子纹丝不动，2位对手却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最后1枪终于击中了目标，打掉了11个杯子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10分钟，其他2人只能在边上眼巴巴地望着。这些糖豆坚硬丝滑，乔治躺在里面得意忘形，或许玩1整天都不会够。他扒开一颗一颗的糖豆，均匀统一的颜色实在头晕，而那颗子弹又很相似，一个人找到天黑也找不到啊。很快10分钟结束，继续开始第2个挑战，往玩具枪里面装子弹，谁先装满就能获取1个线索。3个人同时开始，把子弹挤出，然后赶紧装，手忙脚乱，子弹还小。黄毛首先完成了任务，数了一下1颗没少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糖豆有些重量，而子弹很轻，只要吹上一口仙气，飞出去的肯定就是子弹。听起来好像不错。黄毛掩饰住内心的小激动，若隐若现的开始尝试，生怕被别人发现了。只是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？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。他们继续开始第3个挑战，蒙眼装糖豆，不多不少，每人100颗，必须把糖豆装进另一个杯子里，谁装的最多就能赢到放大镜。
老王蒙上眼睛，主持人悄悄把水杯放到一边。没想到老王的第六感这么灵敏，竟然找到了水杯。他凭着记忆一颗一颗的往里面放，虽然洒出去很多，但他的方向是对的。最后数了一下，装了44颗糖豆。轮到乔治了，这一次杯子放得有点远，他用糖豆听声辨位，希望能找到杯子。牺牲了那么多糖豆，终于找到了，于是一鼓作气把剩下的全部倒进杯子里，结果一颗没进去，他只装了一颗糖豆。黄毛自信满满，只是他的运气太差了，始终找不到杯子在哪。直到丢完了所有的糖豆，黄毛的杯子空空如也。这一关老王赢了，他拿着放大镜开始寻找，仿佛又多了一只眼睛，但是子弹不知道被翻去了哪里，加上放大镜依然找不到踪迹。第4关挑战是踩气球，谁先踩完就能赢到手电筒。3个人一起开始了比赛，用力踩爆脚下的气球，再把墙上的一扎破。乔治的速度很快，但无需发一次性击中了白色气球。主持人告诉他手电筒的作用，塑料子弹在光照下会发光，所以找到的几率特别大，但是只能使用5分钟。为了方便寻找，特意关闭了现场的灯光。乔治扒开一层一层的糖豆，在光照下颜色统一，并没有变化。突然一个亮点出现，他紧紧捏住，终于找到了那颗子弹。多亏了手电筒的帮助，寻找了4个小时太不容易了。幸运的乔治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找到它呢？听说水晶球越多越好玩，于是他们在里面放了一颗金豆子，谁先找到就是谁的。水晶球光滑 Q 弹，而金豆子会沉入池底隐藏起来，所以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3个大男人莫名有些期待。水晶球的质感可以玩上一整天，只是里面的水温很低，但是奖金却很诱人。他们在里面扒拉了半天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主持人拿来3个水桶，每人选择一种颜色的水晶球，谁先装满水桶就能获取一个线索。老王选择收集蓝色的水晶球，黄毛选择收集红色的，而乔治很聪明，黄色的居多，一抓一大把。他们坐在一起安静的捡小球，好像小时候捡豆子的场景。老王快人一步，首先装满了水桶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金豆子是黄色的，这个线索很意外。老王一转身就分享了出去，告诉他们金豆子是绿色的。狡猾的老王也太天真了，连小孩都知道金豆子是什么颜色，这又不是什么机密。老王忽然觉得上当了，这主持人也太坏了。3个人继续寻找，水晶球是软的，金豆子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看到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主持人忍不住跳进了圈子，他也想体验一下寻找的乐趣，但是找了半天，金豆子的影子都没有看见。于是开始第2个挑战，助手把10个弹力球藏进池子里，1分钟的时间，谁找到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他们开启翻找模式，弹力球比水晶球大一些，但是翻来翻去，位置来回移动。只有乔治找到了2个，其他人一无所获。他的奖励是一个渔网，把水晶球盛出来就能挨个筛选，只是这种方式太慢了。乔治索性把小球榨成汁，捏不动的肯定就是金豆子。主持人坐在里面不舍离去，他不相信这样的比赛有多难，非要加入他们一起寻找。助手送他们1人1副手铐，唯一的钥匙就藏在水晶球里，谁先找到就能解放双手。被铐住的感觉太难受了，他们只能用心去找钥匙。黄毛身材瘦小，轻易就翻转了双手，而乔治和主持人怎么也翻不过来，但他竟然发现了装钥匙的盒子，其他人赶紧去抢。乔治紧紧抓住不愿撒手，黄毛使出全力掰开他的手，一下抢走了钥匙。黄毛解放了双手，获得了自由，他还赢到一个盆子。其他人只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虽然没了双手，用脚一样可以找啊。助手为他们打开手铐，继续开始下一个挑战，谁先把水晶球投进前面的杯子里就能赢到奖励。4个人轮流去投，这样的距离有些难度。乔治运气很好，终于投进了一个，他的奖励是一根管子，金属碰到管子会发出声音，所以很有机会找到金豆子。乔治半信半疑，一边搅拌一边仔细听声音，就这样弯着腰寻找，而队友却在找机会整蛊他。乔治好不容易寻到的声音，回头一看竟然是人工的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还是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寻找。突然一个清澈响亮的声音响起，他试了很多遍依然存在，把手伸进管子的底部，一颗闪亮的金球浮了上来，他终于找到了金豆子。将近6个小时的比赛太不容易了，恭喜乔治赢得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呢？这一次他们把透明的水珠放进了透明的水池里，难度升级也预示着更加好玩。偌大的泳池水很深，海珠子一点痕迹也没有，想要找到它简直难如登天，看是看不见了，他们只能靠着触感去寻找。半个小时后，3个人没有任何收获。主持人拿来一个防水眼镜，谁能在水下憋气的时间最长就能得到它。3个人一起沉入水中，努力的坚持着，多一个辅助工具就多一分希望。老王坚持了35秒，阿伟坚持了44秒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拿到了防水眼镜，有了他的辅助再也不会担心眼睛进水了。主持人拿来3盒乒乓球，让他们依次放进水下的网兜里，一次只能拿1个球。
谁先完成就能赢到新工具。三个人一起拿球，然后潜入水下寻找网兜，距离并不远，他们必须来回循环把小球全部放进去。阿伟很快就找到了技巧，左边2步拿小球，右边2步放网兜，很快他就完成了任务。这一关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潜水面罩，有了他的加持，再也不用担心脑子进水了。但是海珠子不但体积小，还会隐身，就算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一定能找到。主持人下水试了下，确实毫无头绪。他提议开始第3个挑战，让他们比赛游泳，谁能快速返回就能拿到新工具。3个人疯了一样冲出去，快速游到对岸开始返回。阿伟和乔治紧紧相连，但还是阿伟首先碰到了岸边。第3关还是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一对脚蹼，穿上之后就像鱼儿一样身体灵活，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淹死了。接着开始第4个挑战，让他们在水下灌篮，谁能投进就能获得新工具。小篮球轻飘飘的，扔出去就会浮在上面，正常人应该投不进吧。他们轮流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。老王这次运气很好，竟然投进了，他终于赢了一次。新工具是一个渔网，只要在水中网来网去，很有可能会网到海珠子。历经了3个多小时，身体没有泡发，他们到累坏了。老王索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无奈放弃了挑战。阿伟和乔治还在继续寻找，只要他还在泳池中就不会放弃。阿伟窝在角落里好久没有动弹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，他竟然找到了失踪的海珠子，太不容易了，肯定是阿伟的坚持感动了他。主持人发现尺寸好像变小了，但他没有怀疑，还是把奖金给了阿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找到他呢？小伙们抓到了2只小丑，只有一个是真的，怎样才能分别出那只假的呢？2只小丑从外表到动作几乎一模一样，都不承认是假的。小特问了他们一些简单的信息，回答得很顺溜，丝毫没有破绽。当问到小丑的妻子时，2个人一起哭了出来，下一秒就毫无防备地抱在了一起。这时老王想到，小丑最喜欢屏幕前的小伙伴，你猜对了吗？3个小伙抓到了1只小丑，还用最严厉的方式惩罚了他。玩过头的他们显然不知已经惹火上身，这么记仇的小丑怎会甘心受如此屈辱？他发明了一个魔法遥控器，可以控制任何人。首先去找的就是大伟和小特，当初就是他们下手最狠。遥控器果然好使，2个人被暂停了行动，只能任由小丑摆布。小丑把他们当做了球瓶，玩起了保龄球。幸好后面是海绵垫子，2个人没有受伤，但是心里却非常害怕。接着小丑把他们绑在充气圆柱上，玩起了原地转圈圈。2个人晕头转向的一直在大叫，小丑也玩累了，然后把他们推到门口，抬进了卡车里，打算带他们一起回家。临走之前还贴心的给白毛留下了纸条，想救你的朋友吗？那就来找我吧。然后写下自己的坐标，坐等鱼儿上钩。等他们走后，白毛很快找了过来，没有发现一个人，只看到桌子上小丑的留言，背面还有小丑留下的坐标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追了出去。小丑这边把大伟和小特关进了笼子里，他明知道他们不能动弹，还故意把钥匙扔了进去。你这不是要急死人吗？然后坐等白毛送货上门。着急救朋友的白毛可顾不了那么多，直接就冲进了房子里。小丑淡定地按下暂停键，进门不敲门，你也太不把门当回事了。于是按下了倒退键，白毛不受控制地退了回去。等他退出5里地以后，小丑按下了自由键，一脸懵逼的白毛吓坏了，还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这次他决定先敲门，等他进去以后，小丑就把他暂停了。他激动的手舞足蹈，白毛气的脸都要青了。现在知道害怕了吧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小丑抱着他来到了外面，给他穿上1米长的高跷，把他扶了起来，然后按下自由键。白毛摇摇晃晃的站都站不稳，这是他第一次穿高跷，他只能一直移动保持平衡。这时他看到前面有个蹦床，于是赶紧向那边移动。好巧不巧有只黑猫挡住了去路，吓得白毛差点摔倒。都说好狗不挡道，一看你就不是好狗。白毛小心翼翼的很快来到了蹦床这里，赶紧脱下高跷，然后偷偷的溜进了小丑的家。这边的小特忽然发现手可以动了，原来小丑的魔法并不持久。他赶紧捡起地上的钥匙去开门，里面有10几扇门，他只能挨个尝试。很快打开了一扇小门，他从里面钻了出来，但是大伟还是不能动弹。他让小特把他救出去，但是那扇门太小了，根本出不去。小特只能扔下他自己逃跑。刚走出去2步远，又被小丑定住了，然后把小特抱进房间里，给他穿上小丑的衣服，变成了迷你版的小丑。他困难地从床上滚了下来，只能用4只脚走路。没有办法，他只能一跳一跳地离开这里。另一边的大伟也恢复了自由，刚打算钻出去，又被小丑关了回去。他只能去开其他门，开来开去没有打开一扇门，生气的大伟一脚就踹开了他。这样也可以，然后赶紧离开这里。没走2步，又被小丑暂停了。他还玩上瘾了，一会前进，一会倒退，还把积木撒满了楼梯，让大伟光着脚踩上去。他倒是开心了，
大伟疼得呲牙咧嘴，很快他就坚持不住，倒在了地上。小丑没有心疼他，还用胶带把他粘在了地上。这下你还怎么跑？小特一跳一跳的蹦了过来，他想要帮助大伟，但是手也使不上劲。于是他想到让大伟用嘴巴解开后面的蝴蝶结，等他恢复自由，再帮大伟挣开胶带。两个人终于自由了，但是好不过3秒，又被小丑定住了。看来一切都在小丑的掌握之中。这边的白毛悄悄溜到了厨房，并且布置了陷阱，再发出声响吸引小丑过来。没想到小丑真的上当了，他看到窗帘后面的鞋子，趁他打开时，白毛从后面扑了上来，然后赶紧去抢遥控器。两个人争来争去，遥控器掉在了地上，还是小丑快了一步，拿到了遥控器，把白毛定住了。小丑松了一口气，等他走后，白毛竟然可以动。原来刚才白毛偷偷拿走了里面的电池，没有电池遥控器就不能用。白毛决定先去救大伟和小特，看到两个人被困在一起难分难舍，赶紧打开他们的手链，然后告诉他们小丑的遥控器没有了电池。于是3个人决定一起抓住他。当小丑向他们按下遥控器时，先是假装被定住，然后趁他不注意，两个人控制住了他。小丑很茫然，还在使劲按着遥控器，这才发现没有了电池。小丑立马认怂了，恳求他们放了他。怎么可能？一定要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。小丑快被吓哭了。这时白毛提议不如把他的小丑装卸掉，看看他到底是谁。小丑害怕了，他跪求不要卸妆，但是白毛并不想放过他。如果视频的点赞超过1万就会卸他的妆，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呢？小丑参加了一档另类的相亲节目，5个特殊的女孩隔着黑布让他盲选，喜欢的留下，不喜欢的淘汰，只有1位可以成为女朋友。为了更加了解他们，第1轮的测试就是参观女孩的闺房。小丑异常的兴奋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女孩的房间，那满墙的漫画海报，还有各种人偶，这个女孩肯定很喜欢动漫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喝掉了人家的饮料。第2个女孩住在阁楼，小丑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拳击手套，还有很多奖杯。这是个爱运动的女孩。70年代的录音机和电视让小丑觉得女孩很怀旧，只是让他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要睡在地上？难道她是因为没有钱买床吗？第3个女孩的房间有很大的味道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有一只仓鼠。小丑打算和它亲亲，但是小仓鼠却吓得藏了起来。女孩的房间有很多书，看来是个文艺女青年。第4个女孩的门口有很多彩色的衣服，臭美的小丑挨个试了一遍。看到房间里面的装饰，难道她也是一只小丑？想到这里，小丑就很兴奋，一不小心还把自己转晕了，气得小丑撕掉了房间里的旗帜。第5位女孩的房间很时尚，她还发现了最喜欢的冲浪板，尽管是在陆地，她也要体验一下。小丑看到这么亮的美颜灯，这个女孩可能是个主播，还有一桌子的化妆品和首饰，让小丑的口袋也没闲着。第1轮结束，主持人让他淘汰1位女孩，他选择了住在阁楼上的拳击女孩。主持人让淘汰者上台，小丑开始喋喋不休，一个女孩比我还强壮，你是个男人吧？女孩被激怒了，眼看着就要揍他，还好被主持人拉住了。第2轮是身体接触，喜欢的留下小爱心，爱心最少的就会被淘汰。第1位女孩伸出小手，小丑表示很喜欢，给了她1颗爱心。第2位女孩的小手肉乎乎的，小丑忍不住咬了一口。主持人告诉他好狗不咬人，好吧，那我不喜欢这个。第3位女孩的指甲很漂亮，小丑很喜欢，激动的小心脏就像小鹿一样乱撞。第4位女孩的小手是粉色的，小丑一眼就相中了，接着开始看大脚。4个人的鞋子完全不一样，小丑给了第1位和第2位1颗爱心，第3位和第4位的大脚他表示不喜欢。接着是摸脑袋，小丑隔着黑布抓到了女孩的头部，第1位女孩的脑袋像包子，小丑不喜欢。第2位女孩的脸太大，他也不喜欢。第3位和第4位他给出了小爱心。这一轮结束，文艺女青年的爱心最少，所以她被淘汰了。小丑看到她这么漂亮，后悔的哭了起来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哭也没用。接着开始第3个测试，女孩们需要穿上小丑的衣服，让小丑打分。主播女孩很热情，她还很会跳舞，小丑对她一见钟情。动漫女孩很可爱，两个人很默契的唱起了儿歌，一下就把小丑吸引住了，他表示非常喜欢。杂技女孩出场就是一个大劈叉，两个人的工作都在马戏团，好感度也增加了不少，她也得到了1颗爱心。这一轮没有淘汰任何人，所以轮到女孩反选了。小丑说他喜欢制造惊喜和浪漫，主播女孩很满意，而动漫女孩的可爱很吸引她，又得到了1票。轮到杂技女孩了，小丑说她的眼睛像小猪一样，杂技女孩好像并不满意，那像2个黑压压的水坑呢。很明显杂技女孩生气了，小丑不理解，夸你2句还生气。本轮结束，主播女孩愿意留下来，动漫女孩也要留下来，而杂技女孩选择了离开。小丑很伤心，又失去1个女孩，不过还有2个呢。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，小丑要和2位女孩单独约会。首先他选择了动漫女孩，他们要为彼此画一幅肖像，女孩很认真的在画，
只是小丑一直在旁边叽叽喳喳，眼睛再大一点，头发再多一点。女孩还是不耐烦的画完了，小丑这边很迅速，刷刷几下就完成了。当看到他们的肖像时，女孩明显不满意。轮到和主播女孩约会了，他们要一起做蛋糕，本来很正常的蛋糕，小丑非要加上薯片和彩虹糖。两个人开始品尝，小丑又嫌弃女孩做的蛋糕太难吃。约会结束，小丑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，他选择了主播女孩，但是人家选择弃权，然后离开了现场。小丑很尴尬，他又把花交给了动漫女孩，但是他也不想要。两个人都走了，小丑相亲失败了，他还是没有找到女朋友。眼看明天就是七夕，小丑并不想一个人过，他把主持人绑了起来。如果视频的点赞超过1万就放了你，不然你就留下陪我过七夕吧。你愿意帮助大伟吗？如何把可怕的小丑变成疯子？4个小伙打赌1天之内把小丑逼疯，他们能做到吗？采取的方法就是不理他，不管他怎么折腾就是无视他。显然小丑不好对付，一直围着他们嘟嘟囔囔，还拔掉了4人打游戏的电源，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停止，还在喊着继续继续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小丑崩溃了，哭着跑了出去，然后偷偷拿走了小特的衣服、大伟的裤子，还有老王的鞋子，一把火就送走了他们。尽管这样，4个人还是不为所动，小丑差点哭了。不过他很快想到了新的恶作剧，在浴缸里钓鱼，正好被准备洗澡的老王看到。老王假装里面没有人，关掉灯，再关上门。等小丑再次出来时，鱼线缠的到处都是。这时他看到小特在煲电话粥，灵光一闪有了主意，于是绑架了小特的女朋友。如果你再不理我，就会剪掉你女友的头发。小特故作镇定，心里却慌得一批。小丑接着剪掉女友刚做的指甲，你就等着回家跪榴莲吧。小特坐立不安，非常难受，然后假装接电话，快速离开了。小丑不理解，难道小特就不怕跪榴莲吗？他又来到了厨房，把每个人喜欢的食物都咬上一口。我就不信你们不生气。没想到他们真的没生气，还表示加热一下照样可以吃。就这么一会的功夫，小丑又办了一件坏事。4个人表示很无奈，既然吃不成饭，那我们可以点披萨呀。小丑快要气死了，他决定在披萨上做手脚。当他们吃得正开心时，小丑开心地跑了过来。我做的披萨味道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吃？4个人故作镇定。等他走后，大伟突然感觉肚子疼，老王也出现了过敏反应。当听到他要涂面霜时，小丑火速把面霜换成了沙拉酱。等老王发现时，小丑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。是不是很生气？赶紧骂我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没想到老王径直走开了，这样都不生气，你是傻子吗？真是气死我了。小丑又来到了洗手间，在马桶上涂上胶水。大伟捂着肚子跑了过来，坐下时很顺利，却发现怎么都起不来。小丑在门口听得幸灾乐祸，没想到大伟直接拆掉了马桶垫，这样也可以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小丑又出现在小特的房间，趁他睡着时把他画成了大花猫，然后再叫醒他。小特看到身上全是涂鸦，非常生气，小丑却高兴坏了，是我画的，赶紧骂我吧。没想到小特却说肯定是老王搞的鬼。一心找存在感的小丑又失败了，这次小丑彻底生气了，他决定使用最阴险的方法。趁4人出去时，他拨通了报警的电话，告诉波波乐家里来了一帮土匪。等他们回来时，波波乐也来到了现场，以为几人就是土匪。小特赶紧说我们有钥匙。这时小丑跑了过来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波波乐都给整懵了，然后把小丑抓了起来，带回了警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有人这样对你，你会不会像小丑一样发疯呢？下一集逃出乐高积木做的牢房。单身30年的小丑终于要结婚了，虽然和新娘只认识1天，但是那特殊的气质一下就吸引了他。没有伴郎没关系，他可以抓来几只，只要婚礼顺利完成才会放他们离开。3个人别无选择，只能乖乖配合小丑。唯一的伴娘名叫石榴姐，但是她好像只对吃的感兴趣。小丑很兴奋，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新娘。在试衣间连续换了2身衣服，都不能凸显他的帅气。最后这一套西装够正式了吧？这次还差不多，最起码看起来像个人。小丑激动得又蹦又跳。小丑的身体里住着2个人，时而正常，时而疯癫。正常的小丑只想做个正常人，而他的心魔却想控制他去抓人，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打。害怕的小丑只好去看医生，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，不是聋子，不是瞎子，也不是傻子，很有可能是神经病。小丑害怕的不知所措，医生告诉他不能紧张，不能生气，控制好心情就能控制住心魔。小丑半信半疑，他总是会莫名的发火，忍不住想要破坏东西。为了不让心魔占据自己，小丑试图让自己安静下来。他点燃了香薰，摆放了蜡烛，希望轻松的环境能让心情变好。最后戴上手铐，安静的坐在椅子旁，乖乖的做个美男子。这时一个嘲笑的声音响起，小丑紧张的看来看去，翻遍了每一个角落，根本没有人影。心魔告诉他在他的脑子里。小丑不相信，他
他以为戴上耳塞就听不到了，没想到更清晰了。他拿枕头捂住2只耳朵，我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，只有冷静下来才能控制他。心魔竟然跑到了镜子里，小丑吓坏了，赶紧拿来一块桌布遮住了镜子。他拿出纸打算画一只小鸟来平复一下紧张的气氛。画着画着，小鸟变成了小丑，看来病得越来越严重了。他打算喝一口水，却发现心魔就坐在对面。他嘲笑小丑是个懦夫，胆子小得可怜，不配叫做小丑。而小丑却很满意现在的生活，每天有朋友陪伴，为什么还要打打杀杀呢？心魔依旧不依不饶，为了赶走他，小丑一头撞向了南墙。下一秒，他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，看着凶狠的眼神，他是小丑还是心魔呢？这时老王来找他，小丑异常的热情，他拿着绳子出现在老王的身后，老王给他包了一个橙子。小丑反应很快，他跟在老王的身后扬起棒球棍。老王还以为要和他玩棒球呢，却没注意小丑连说话都在咬着牙齿。这一次老王在找东西时，小丑在后面打晕了他，把他关进了箱子里，4个角都钉上了钉子。小丑已经彻底黑化，抓到一个人让他很不满意。他用小丑的声音向大伟打去电话，把他骗来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小丑打晕了，把大伟绑在了箱子上，下面关着老王。小丑穿着一身制服诡异地看着他，大伟害怕的大喊，但是阴暗的地下室里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。小丑拿了一把螺丝刀，正准备做点什么，大伟说你这工具也太小了。他又换了一把锤子，在箱子上敲来敲去。大伟害怕的闭着眼睛。小丑又拿了一把剪刀，直接把大伟吓晕了，这也太扫兴了。小丑决定等他醒了再继续。他拿出相机录制了一段视频发给了小特，警告他不要报警，独自前来。小特不理解，小丑这是抽什么风？如果直接去的话，不但救不了朋友，自己也会被抓起来。小特决定换个身份去小丑家，他假扮成了医生，但是小丑并不打算让陌生人进来。小特告诉他是免费的，小丑竟然让他进去了。小特凭着感觉帮他检查身体，小丑不耐烦地催促他。好不容易检查完了，小特以上洗手间为由，在房子里找来找去，没有找到大伟和老王。他又溜到了地下室，看到一扇红色的门，大伟果然在里面。他赶紧解开大伟身上的绳子，老王的箱子很结实，小特用锤子将钉子撬开，救出了老王。3个人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地下室，迎面撞上了等候已久的小丑。但是3个人怎么可能打过一个人？他们只能后退，往地下室跑去，顶住大门不让小丑进来。眼看暂时进不去，小丑决定守株待兔。3个人各拿一件工具防身，但是等了好久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们拿着工具慢慢地往上走，发现小丑倒在了地上，旁边有一位医生。原来小丑被注射了镇静剂。大伟提议他病得不轻，应该带回去治疗，于是小丑被医生带走了。小丑也太可怜了，让我们一起祝小丑早日康复吧。疯狂的小丑变成了傻子，他尝试了很多种身份，就是想不起来自己是谁，甚至还怀疑自己是个女人。老王告诉他你是个明星，受很多人喜欢。小丑害怕地躲在了床下面，他怀疑有狗仔队偷拍，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只要稍微伪装一下，就没有人能认出来。白毛告诉他长成这样怎么可能是明星呢，就是个马戏团的小丑。说完还拿出小球让他表演，但是小丑忘得一干二净，别说治小球了，就连拿手的呼啦圈都不会耍了。做小丑也太难了。他找到小特，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线索。小特让他坐在椅子上，用绳子绑住了他，然后制造出刺耳的噪音。你不是喜欢装吗？继续装啊！小特认为他是假装失忆，哗啦出更大的声音刺激他。小丑差点哭了，然后蒙住他的眼睛，把冰块一个一个的放进他的衣服里。小丑冰得嗷嗷叫，但他还是想不起来自己是谁。小特不肯罢休，激烈的惨叫声引来了白毛和老王，他这才得救。老王准备了3种恢复记忆的食物，小丑挨个尝了一下，突然想到了很多美食，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个厨师，于是回到厨房做菜，为他们3人每人做了一道美食，味道确实很好，和外面卖的一样。老王认为现在的小丑就像一张白纸，你说他是谁，他就是谁，或许趁这个机会可以好好改造他。于是小丑变成了波波乐，负责监督和保护他们。白毛扔了一个糖纸，小丑二话不说就要开罚单，乱丢垃圾，罚款5000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吃多了吧？没想到小丑又开了一张罚单，看你还顶不顶嘴。小特不小心打碎了盘子，破坏财物，罚款1万。什么盘子要这么贵？小特很无奈，而老王的更严重，直接把他抓了起来。3个人一合计，准备给他换个身份，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诉小丑，其实你是个和尚。小特让他安静地坐下，仔细地悟一下禅道，直到把这块木板打穿。小丑生气了，使劲踩这块木板，看来他一点也不适合做和尚。白毛告诉他是个保姆，最擅长的就是打扫卫生。小丑屁颠屁颠地开始打扫卫生，还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拖鞋和饮料。当看到老王穿着鞋子躺在床上时，
他很生气，把老王赶了出去。小特只是在镜子上面撒了几颗水珠，就被小丑臭骂了一顿，还让他必须清理干净，不然就得挨打。再看白毛这边，吃薯片时掉在沙发上的碎屑，瞬间就让小丑炸毛了。他愤怒地吸走白毛的薯片，让你吃，让你吃个屁！三个人很怀疑是小丑有洁癖还是有强迫症，后面才发现都不是，他只是太懒了，打扫一遍就想一劳永逸，甚至把家里的家具都裹上了保鲜膜。三个人一脸懵逼，什么都做不好，看来你不适合做人。他们决定把小丑赶出去。小丑很委屈，哭着跑回了房间，他使劲捶打旁边的柜子，上面的箱子掉落，正好砸在他的头上，这一砸竟然把他砸醒了。看着身上的花衣服，他使劲回想了一下，终于想到了所有的事情，然后换回来自己的衣服。我谁也不是，只是小丑，而且还是个捣蛋的小丑。小丑决定报复他们，随即变身为队长，让他们趴在地上做俯卧撑，做完之后去厨房削土豆。三个人不明所以，只能茫然的配合。接着小丑让他们去外面负重跑步，忽然在窗外看到小丑好像恢复了正常，他们回到屋里质问他，小丑也不再伪装，是你们先整我的，这下算扯平了。说完赶紧离开了这里。看来小丑注定做不了正常人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个小丑吧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丑呢？小丑的前女友怀孕了，孩子是谁的？他一口咬定就是小丑的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小丑竟然吓晕了。你失踪了1年多，我可不想当接盘侠，这个锅你甩都甩不掉。我说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小丑见状只好装病，我病得很严重，活不久了。没想到小丑女一点也不在乎，直接给了他一拳，说谎话也不打草稿。小丑跪下求他放过自己，还把身上仅有的5毛钱全部给了他。但是小丑女依然说孩子就是他的，让他准备好当爸爸吧。小丑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向朋友求助，只拉过一次小手会怀孕吗？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朋友建议他可以做 DNA 测试，确实是个好办法，是骡子是马一试便知。第二天他就带前女友来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他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小丑仔细地读着上面的内容，亲子关系 99.9%， 还真是他的孩子。小丑很失望，医生告诉他孩子生下来肯定像你。听到这句话，小丑突然有了信心，既然孩子是我的，一定要做个好爸爸。他把小丑女接到家里，决定好好照顾她。但是做个好爸爸哪有这么容易，不仅有1日3餐，还要照顾小丑女的特殊口味，鲜花和野花他都不喜欢，竟然喜欢咸鱼做的咸花，就连房间都来回换了好几次。一天下来，小丑累得精疲力尽，好不容易休息会，还被他咬醒了。你是狗吗？还咬人？小丑女说是宝宝让他咬的，接下来还想要打人，没有办法，小丑只好拿来枕头，让他一次打个够。小丑没想到做个好爸爸这么难，他只好再次向朋友求助。白毛他们也想认识一下小丑的前女友。小丑女准备了齁甜糖水、椒盐蛋糕，还有柠檬派，他们只吃了一口就跑进了卫生间。小丑让他们坚持一下，就算再难吃也不能让孕妇生气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白毛三人也为宝宝准备了礼物，小丑女偷偷告诉他们，希望可以配合他为小丑准备一份惊喜，他们同意了。隔天去医院检查时，一个大箱子出现在小丑的面前，里面就是你想要的答案。你们猜小丑女的肚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小丑激动不已，他打算庆祝一下。小丑女突然感觉肚子疼，可能要生了。4个人焦急地在外面等候着，小丑还不懂怎么照顾宝宝。白毛提议趁这个时间可以让小丑提前适应一下，他们拿来一个玩具娃娃，让小丑给他洗澡，只是这水温也不试一下。幸好宝宝是假的，沐浴露是不是多了一点？满浴缸的泡泡，孩子都找不到了。小丑很着急，还好小特提前拿走了娃娃，接着要为宝宝准备吃的，却意外发现小丑的家里危险重重，18般兵器藏得到处都是，把家里当战场了吗？为了宝宝的安全，必须把这些全部扔掉。小丑正在练习怎么做襁褓，突然医生打来电话，让他准备好1万美刀，独自前来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小丑还是开心的去了。再次回来时，却是垂头丧气的，他愤怒地咆哮着，小丑女是个大骗子，拿到钱后就消失了。这个消息太震惊，那肚子也是假的吗？小丑拿来他的假肚子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原来小丑女和假医生早已计划好，用假肚子骗小丑，拿到钱后就消失。他们也太坏了，小丑反而释怀了，他又恢复了单身，恢复了自由，何尝不是个好消息呢？